程毅为什么至今不拍电影？我研究了5个假设，第4个最戳我。你猜怎么着？我前2天刷评论区又看到那个问题，程毅怎么还不拍电影啊？这个问题老粉应该记得，不是今年才有的。从他流离之后就有人在问，沉香如屑之后又问了一波，今年赴山海一波完，问的人更多了。说实话，刚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个普通的粉丝期待，没多想。但最近半夜睡不着想起这事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问错了方向。所以今天这期，咱们不回答他为什么不拍，咱们要拆的是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问对。我整理了5个假设，从行业结构到个人战略，一层一层剥开看。先说清楚啊，这些数据部分凭印象说，别太当真，信源不够硬的我会标出来，欢迎评论区指正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咱们开始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那个故事是这样的。过去10年，中国一线小生的升级路径几乎是个公式：流量出道，一部爆款电视剧，拿到代言，开始接电影，冲电影节，稳定咖位。这个路径太清晰了，清晰到所有人都默认它是对的。所以当一个一线小生不走这个路径的时候，大家本能反应是，他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是不是没邀约？是不是不敢接？是不是公司不让？你品，你细品，这些问题背后藏着一个没说出口的预设：电影等于升级，不拍电影等于没升级。这个预设搁在2015年那会儿没毛病，搁在2018年差不多还成立，但搁在2026年，这么说吧，我不是100%确定，但我倾向于认为这个预设已经过时了。为什么？这就要进入第2层。第2层，媒体没怎么告诉你的部分。剧集和电影的投资差距，这几年正在悄悄反转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一部 S 加级别的古装剧，投资能到3到4个亿。S 加现代剧也能到2个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中等院线电影的预算。我之前看到的数字，等等，我查一下，是2024年还是2025年开始有这个反转的？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应该是2024下半年开始明显的。而且不只是钱的问题，电影级导演已经在系统性的下沉到剧集。你想想看，张黎拍《大明王朝1566》那个张黎，他现在在拍什么？两京15日。陆建清，寒战系列的导演陆建清，他现在在拍什么？兽皇。重点来了，这2部主演都是谁？程毅。这事儿就有意思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程毅没去拍电影，但电影最顶级的那批导演正在下场来跟他合作。一个是拍出《大明王朝1566》这种殿堂级正剧的张黎，一个是开创香港新警匪片格局的陆建清。这俩名字搁电影圈那都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。这就不是简单的接戏了，这是整个行业的工业体系正在向他靠拢。这里插一句，等等等等，我得先说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。其实国际上这事儿早就发生了。Netflix 的鱿鱼游戏、王冠、Apple TV 家的那一批高端剧，人家根本不分什么电影和电视剧了。一部剧的预算可以 carry 一部电影，质感也能 hold 住电影院的银幕。行，回到程毅。程毅近几年接的项目，本身就在这个电影化剧集的赛道里。所以你说他没接触电影感，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成立。他在的就是电影感的中心。张黎给他拍古装正剧，陆建清给他拍犯罪刑侦剧，这俩拼到一起，相当于在剧集赛道里给他配了双电影导演的阵容。这是他下的一步棋，而且我觉得是大棋。第3层，这事儿真正的核心在哪里？我列了5个假设，给你解释为什么不拍电影在2026年反而可能是个聪明的选择。假设1，剧集投资已经超过电影，那座小荧幕里的大电影性价比更高。这个刚说过了，不重复。假设2，这个比较有意思，是电影咖下凡的反向警示。你看周冬雨当年拍《千古绝尘》，
章子怡的《上阳赋》，周迅的《如懿传》，汤唯的《大明风华》，这些都是国内顶级的电影演员，去做剧集的时候，市场反应都没达到最佳状态。这事儿明摆着，跨媒介不是简单的升级或者降维，它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表演逻辑。电影演员下来做剧集都会有项目节奏的问题，那反过来，一个剧集演员上去做电影，风险其实是对称的。程毅没盲目上车，这件事本身恰恰说明清醒。而且你再想一层，他不需要去电影院找电影感，电影感已经在他的剧组里了。张黎、陆建清这两个人已经把电影的工业标准、镜头语言、节奏控制带进了他的项目。他在剧集赛道里就能上这个 level 的课，那何必再去电影那条不确定的路上试错？假设3，流量权重从 45% 降到 12%， 这是行业评估体系的变化。以前一个艺人的市场定价，流量数据占 45% 的权重，现在降到 12% 了。作品质量权重从原来的不到 20% 升到 35%。奖项权重 28%， 这部分数据我得保留意见，凭印象说啊，准确数字评论区如果有懂行的可以补，但趋势是对的，这个我敢确认。那这意味着什么？翻译成人话就是深耕剧集质感，本身就是踩中了新评估体系的核心。程毅这几年的路线刚好踩在这条线上，这不是运气，是判断。假设4 2024到2026这2年院线市场状态怎么说呢？急救都来不及。整个市场在低迷期，腰部电影项目大批延期、撤档、改流媒体。这个时候让一个一线小生去试水电影，任何团队都会三思。这不是他敢不敢的问题，是时机对不对的问题。假设5，这个最技术是剧集表演和电影表演的训练机制差异。剧集是长周期、连续性、节奏稍快的表演，电影是短周期、密度极高，每一帧都要精雕的表演。这两套训练需要的不是才华切换，是肌肉记忆切换。程毅这几年在剧集赛道做的事情，是把这套表演体系 hold 到一个稳定的 level， 你让一个刚把段位打到顶的人，立刻换游戏从头打，这合着不是浪费吗？而且你想想看，寿晃这个项目，乐谱双语，香港维港光影联合出品，陆建清亲自指导，这种配置已经不是普通剧集了，这本身就是在帮他打磨电影级表演，等于说他在用剧集的安全网练电影的肌肉记忆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，评论区上次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，那他什么时候会拍呢？我的回答是，他会拍，但不会因为外界的催促而拍。他会等到剧本对，时机对，自己也准备好，那个3合1的瞬间。在那之前，所有的为什么还不拍，都是在用旧地图找新大陆。第4层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点。电影和电视剧的2元划分本身在过时，国际上人家叫这个现象媒介壁垒消融。本质上观众看一个故事，不在乎他是在电影院看的还是在手机上看的，只在乎它好不好看。Netflix 那一批剧已经证明了这点， HBO 早就证明了， Apple TV 加也在证明。所以你回头再看程毅的选择，他没有在电影和电视剧这个旧框架里打转，他做的是在新媒介结构的中心做内容。张黎加陆建清这种配置，就是新媒介结构最直接的证据。顺着这个思路想，这其实是满级号的从容。一个满级号不需要去新区刷副本证明自己，他在主区慢慢经营，等新版本上线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最适配的那个人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判断不是个人努力的事，是判断力的事。好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程毅为什么不拍电影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问题问错了方向。不是他为什么不拍，是他为什么要拍。如果电影只是为了证明咖位，他不需要；如果电影只是为了走过场刷一个履历，他不会；如果电影是为了等一个真正对的剧本、对的导演、对的时机，那他在等。
而且你再仔细想，电影导演已经主动来找他了，这个信号比他去拍电影更重要。一个演员被电影圈最顶级的导演选中合作，哪怕载体是剧集，这件事本身已经回答了咖位这个问题。这只是我个人推测啊，我不在他团队，我也不能替他说话。但从他这几年的项目节奏看，这个推测，我觉得偏差不会太大。最后说一句给老粉，你们其实早就懂了对吧？懂他选择的人，不需要他证明什么。不懂的人，等他哪天真的拿出一部好电影的时候，也会突然冒出来说，其实我一直看好他。这种事儿，咱们见多了。评论区想听你们的，你希望他保持现在这条路线，还是想看他是一次电影？两个答案我都尊重，但我特别想看看你们的理由。